美国是将菲律宾视为亚太地区的一个重要盟友，那美国会对此作何反应呢？小马并不是美国方面重要的候选人，美国支持的候选人是罗伯雷多，而且美国在菲律宾的影响也非常深远，尤其是在菲律宾军方的影响力。所以，如果小马克思统治需要稳定，他必须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获得美国的支持。我想在小马执政初期，不排除美国会给小马制造一定难题，美国肯定会要求菲律宾支持其印太战略。虽然在从这个角度出发，小马政府与美国会有一个磨合的阶段。目前得票率第二的罗布雷多呢，他的外交表态亲美的倾向非常的明显。虽然目前来看他不会当选菲律宾的总统，但是他的这个观点啊，也代表了菲律宾一部分人的立场。那庄先生您怎么来看？这会对未来的中菲关系带来什么影响？菲律宾的资本、菲律宾的产业，甚至菲律宾社会的精英人才，这些都是来自美国或者是美国培养出来的。不过好在菲律宾民众他更关心的是什么？他的社会、他的经济，他能不能发展，他能不能有工作的机会，他能不能生存跟发展，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就是不必低估菲律宾的亲美倾向，但是要相信这种亲美的倾向不一定会转化为菲律宾主流社会那么排斥中国、倾向美国这种结果。我们这边盛传一句话，说美国人呢，曾经跟菲律宾现任政府商量过，说这次菲律宾总统大选，除了不可以让小马可斯当总统以外，其他的几位总统候选人，谁做总统，谁上了大位都可以。所以说，您可以看到，在美国在这边的影响力是非常强大的，不仅是只是一位总统候选人，也就是现任的副总统罗布雷多女士。美国呀，在这边深耕了100多年，影响力是根深蒂固的。我们要观察的一个点呢，是以他为首的或者以他为代表的反对派，会继续抗争即将上任的小马可斯政府。这个会给菲中关系，会给菲律宾国内的政局带来多大的影响，我们拭目以待。那自从小马克思重回菲律宾政坛以来呢，跟中国一直保持着比较良好的关系。有分析就认为，他将成为杜特尔特对华友好政策的接班人。范先生，您怎么看？说实话，小马可斯对中国的感情、对中国的了解，比杜特地总统还是要更加深的。杜特地总统在上台之前，他是打抱市的市长，他跟中国之间的感情根基可以说并不是那么深厚。但是小马可斯在他小时候就陪同自己的父母到中国进行访问，见到了毛主席，见到了周总理。在老马时代，菲律宾跟中国之间建立了邦交，也进行了深度的合作。这些小马可斯在他年幼的时候或者少年年轻的时候都是有过深刻感受的。本次大选的多场总统辩论呢，均涉及到了南海问题。在这一次菲律宾完成了政权交替之后呢，南海问题还会不会延续目前的这个热度？在影响中菲关系的南海议题上，小马多次主张南海问题不是中菲关系的全部，更不能把南海仲裁结果作为开展对话的前提条件。他认为，由于中国选择不参与诉讼程序，所以南海仲裁无效。小马还表示，如果中菲因为南海问题局势升级，他不会寻求美国的帮助，而是倾向于谋求多边形式和外交手段，并坚持与中国进行双边会谈。所以我们认为小马在很大程度上会延续老杜的政治遗产和老杜对华政策。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前面谈到，他在执政初期执政基础比较薄弱，他对菲律宾军方的掌控也比较弱，而且我们也知道菲律宾军方与美国的关系较为密切，说呢，在小马执政初期这个节骨点上，中菲之间在南海问题的风险有可能会相对较高。其实我非常有把握的判断，随着大选的结束，南海问题会降温。为什么南海问题会降温呢？因为小马克思一旦上台，他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来改善菲律宾的民生，而在这方面呢，不是炒作南海问题他能得到的。要解决或者是部分解决菲律宾民生问题，
选择跟他的近邻中国合作，那是最有效的。所以呢，经贸合作可以减缓或者说降温南海争端，这一点没有任何疑问，尤其是在中非之间。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美国和日本就借着南海问题，不断的加深和菲律宾之间的军事合作。比方说，日本和菲律宾就举办了2+2外长防长的会议，而且呢，美国跟菲律宾还举办了号称是史上最大规模的这个肩并肩联合军演。那在这个问题上，这个美国和日本他们两个到底各自什么盘算？美国和日本大概率在今后会拉拢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来对抗中国。因为美国跟日本他们是南海的域外国家，他们干预南海问题没有正当性。但是呢，如果他们利用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跟中国发生冲突，然后他们可以利用跟菲律宾之间的协定，比如说美国菲律宾共同防御协定之类的，来直接来干预南海事务，这就让他们找到一个他们认为有理由干预南海的借口。所以对这点，中国一定要充分警惕。我曾经在竞选刚刚开始的阶段，我曾经对小马可斯做过一次1对1的专访。小马可斯对于选边站的问题是非常抗拒的。我当时问他，世界是会爆发新的冷战，他对这个问题非常的排斥。他说最好不要爆发新的冷战，因为一旦爆发冷战，就意味着大家就要选边站队。这是他非常不想看到的一个情况。他曾经不止一次在多个场合，包括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菲律宾一定要在中美之间走好钢丝，一定要保持平衡，这才最符合菲律宾的国家利益。虽然美日目前不断在加强与菲律宾的军事合作，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美国和菲律宾是军事盟友，他们之间有军事条约，而且美国呢，菲律宾的军方是非常亲美的，菲律宾的很多将领是在美国接受培训，这种军队上的亲美是很难改变的，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菲律宾政治领导人的选择。所以说，不论谁上台啊，都要在一定程度上维持非美的军事合作关系。但是关键的一点呢，我相信小马克思非常认识这一点，跟美国的军事合作不要踩到中国的红线，然后跟中国的合作不要在根本上触及美国的利益、核心利益。所以说，这是一根钢丝啊！我相信小马可斯会把这根钢丝走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通电话，习近平谈到，当前国际局势发展再次证明，地区安全不能靠强化军事同盟来实现。那么，中菲之间如果要解决包括南海问题在内的分歧，促进地区安全稳定，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怎样的呢？我觉得呢，至少目前为止，各自争议共同开发是最好的一种降温甚至解决的办法。不只是中菲之间，包括中国跟所有南海相关国家的争端，都可以得到有效的缓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非常警惕一个什么现象，就是美西方国家，甚至包括北约这个军事组织，他要把手伸到亚太，伸到南海。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怎么警惕都不过分。我们知道中菲之间存在广阔的发展空间，在过去6年当中，中国也支持菲律宾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中菲贸易经贸关系取得突飞猛进。所以说，中菲两国是合则利，斗则双败啊。因此呢，我想在未来，小马克思总统应该能够把握中菲关系的大局，继续推进中菲关系向前发展。